湖南深山的山顶上藏着座神秘建筑，无人机从高空俯瞰，羊肠小道直通山顶。村民口中的500年的建筑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现在就让我们徒步前往，一探究竟。大家也表说这个人啊，你们以前有走过那个两厢亭吗？你们年轻的时候以前走两厢亭走过吗？天天走啊，天天走啊？那你是去香堂买东西了，干嘛了？啊，也天天走。现在就走的少了。现在走的少了。啊，因为啊，以前你们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要去买东西，就只能走两厢亭。啊，这2、3年到那边厦门那边。啊，去那边买东西。以前这边不怎么发达，以前这边就不怎么好。以前没有市场嘛。啊，以前这边没有市场，没有，只有要翻过这个山，走两厢亭去那边买东西。哎呀，那以前两厢亭那个亭子里面，以前是不是摆东西吗？没有。摆东西，那里我以前有现在不有20年的有，那里两边有一个两边的。啊，就是两厢亭里面，只是说可以休息，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挑着东西卖的，或者在两厢里面都没有，那完全就是说过路的休息的地方，躲雨啊，躲阴，或者是乘凉在那里面，啊，就只是个过路的地方。那个两厢亭以前会收税不呢？像以前的时候会不也不收税？啊，就是说就是很普通的一条路。那这条路是谁修的呢？那个亭子？那个亭子啊，还是估计那些，怎么着？那个还加工华呀。20个屋子讲过修的，讲过子修的老了，可能的了。是中国翻修的吗？哎呀，是加工华。那个盖的有那个盖的有加油嘛。刚就搞了有路摆的努力看不到，不晓得怎么子以后的。啊，就是中国拳、中国欢，就是他们的一个家族。这个地方离中国帆他们家族远吗？还有几十里。还有几十里路。所以你们以前的话，要是买什么盐呐、油啊，买这些东西都要翻到香堂去买东西，这边买不了。这边没有市场。啊，那你们这样翻过来翻过去，是这个距离也还是有那么远呢？啊，还是有那么远。我差不多有十几里路。起码有15里路。啊，有15里路。那就差不多就是8公里到10公里的样子。8公里到10公里。啊，就这么远。所以说。都要靠2条腿。啊，完全靠2条腿走路了。那都还算是不错的。你现在最起码还有路可以走吗？像有些地方路都没得走啊。我刚刚在里面问了一下其他人，以前这里吃饭是不是很麻烦呢？就是你这里田啊地啊多吧？那个粮食是小了，以前要靠挂交通小啊。挂交通是吗？啊。挂交通很小。要挂就要搞一部分粮食来。要去外面搞粮食。这里面没有粮食。没有。那你们这里的收入怎么办呢？像比如说你们年轻的时候收入怎么办？去外面打工啊？那是打工也没地方打工啊。没有。有手艺活吗？没有打工那些没有什么东西做嘛，不记得上了老说那个当大生的，这点寒暑嘛。啊，就是开发在山上种红薯、种玉米，然后下面就看能不能挣点水稻了，然后就挣点青菜，那就是只能是这样子过活了。啊。那以前日子过得还算是比较清苦了，不过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。日子越来越好了。对，那不给那个担子的给的要给坏的就拿掉。是的。像你担子好的嘛。是的，你们两老年龄不大吧？应该60、68岁。啊，那个的68呀。80岁的。你80岁啊？啊，你80岁了。已经满了80岁啊？你都还能干活啊？我赢了。你80岁都还要干活啊？哎，奶奶呢？当个饭呢。76的。
你76了，哎呀，所以说山里面的人看不出来，年龄看不出来，山里面的人真的年龄看不出来。正常在你们身体还有那么硬呢，真的很不错了。你要帮忙吗？啊，我给你帮忙吧。来，我给你拿着了。啊，我80岁了还可以抗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兰。刚刚在山脚下的热情的爷爷奶奶告诉我们，在这两座山的山顶上有一个几百年的古建筑，它的名字叫两香亭，并且告诉我们两香亭的一些历史资料，并且告诉我们他们这座村子的一些故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沿着这条水泥路面到上面去参观这座两香亭吧。过来！你看这些狗好热情，这个山里面的狗，它不会摇尾巴，像外面。当然，这些狗啊是跟主人的性情是有关系的。狗非常的和善，那么同样饲养它的主人肯定也是非常面善的，心地非常善良的人，这是还是有一定关联的。以前呢，这里是一条羊肠小道，没有这么宽的路面。现在呢，我们根据老人家的指引啊，现在我们去登到两香亭。这个亭子是曾国藩家族他们进出省城的路线之一。你好，两香亭是从这里捐上去吧？哎呀，这里就只有你们这一户人家了。这个水泥路面没有打太久吧？去年才打呀？这是你们自己打的还是村里面帮你们打的啦？哦，那你们自己出钱修这条路还有蛮远呢。哇，从之前收到这里来，以前收的基础，然后我回来才把这个水泥马路打到嘞。那你这里花了多少钱呢？10几万啊！啊，那真的花费还蛮多嘞。没办法，你住在这里你不打怎么打？啊，是的，就只有你们这一户人家进出也不方便。以前基础就花了几万。哦。这个水泥马路花了7、8啊，万。也就是相当于这里要用挖机把这条路挖宽了。啊，原来就是那么小不嘞，那么一条那么的路不嘞。以前就相当于我现在走的这条一条小路了。那是进出是不方便。但是你们以前这里应该很热闹啦。我起这个房子全都是挑上来的。啊，以前这里全部是重新往上面修起来的了。这个房子全部是挑上来的，我这个房子比这个马路还没开坑就起了房子了。啊，以前那些砖瓦材料全部靠肩膀挑上来啊。哦。那你的工程量好大哦。工程量好大，我老公都累瘦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老公都累的，人都累的，现在这2年才发体。啊。滑色的。那肯定啦，因为你这里没有路啊，完全靠肩膀肩靠。那个学校那里，小车、大车子拖到那里，小车子转进来，然后又挑上来，你说累不累？那真的是累。不过。代价了嘞。那是，你们这里是属于祖宅了。我们这里是这个是我们的老宅啦。啊，以前是老祖宅了。因为我刚刚在山脚下跟几个爷爷奶奶聊天，他们说以前他们进出都要走这条路嘛。原来他们都要走这条路，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要走这条路。是啊，所以你们这里应该是很热闹啊。你们以前这里是做生意吧？没有做生意，以前没有做生意，以前热是热闹，但是我们这里喝茶呀，别人就到我们家里喝茶呀，是吧？开茶馆了？没有。也不开茶馆，就纯粹是，出于好心让别人过来歇脚。免费的。啊，免费的，让别人就是歇脚嘛，聊聊天嘛，喝茶嘛。是啊，有时候老人家挑到这里挑不动了，我们就把他送上去啊。啊。是吧？是的，你们一家人都是好心人呐。那没办法。好心人有好报嘞。哎呀，有什么好报不好报
哎，会的，你们相信人心好，他心地善良好的人，他将来都会过上好日子的，放心，一定会有的。你们这家里喝个茶的话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要上去看一看，不会到天黑了，我上去走一走。我们这里太阳到这里了，现在是4点钟还不到。啊，因为现在是冬天嘛，冬天它天黑的比较早。冬天我们你看到没有？一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晒不到太阳，就是我们家晒得到。啊，那是，的确，你这里是当西晒了，但是夏天就也有点难受了，热。夏天不热。夏天不热吗？很凉快。夏天这里很凉快啊。夏天那个风啊，往我们这里吹。夏天我们这个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啊。我们家风扇都没有一个。哦，所以你风扇都不用吹吗？晚上夏天，这么凉快。哦呀，你这里也是山泉水了。我喝的是上面的水。是啊，就山里面流下来的水嘛。是石头沟里蹦出来的。是的，那是的。那几家的，就是别人下面那几家就是喝的我这个下面的水。啊，就山底下的人都是通过你们这里搞了水塔接下去。我们的水在上面。啊，所以你们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好位置。好位置啊。嗯，好位置。就是说没办法住在这个地方。好位置的，因为主要是，但是前面一个山把你们挡住了视线，要是前面山矮一点，就是非常好的位置了。但是在那边放鞭炮啊，那边的灯啊都看得到。都看得到啊。啊。很亮。你这房子修了多少年了？有20年吧。我女儿5岁啊，我儿子3岁，我女儿8岁，今年我女儿31了，32了。啊，23年啊。修了23年了。反正我们这个村子里面，就我们是第3栋楼房，那个时候都是瓦房。有钱人。没有，我也是在外面打工打了一点钱回来。是嘛？我就说嘛，勤劳嘛，善良嘛。那个时候的房子，跟我做工的人还只有大工还只有15块，小工还是12块。啊，是的，只是说，没有装修。装修不了了，全部要挑上来嘞，兄弟。那个地方你知道吧？现在的有的人没开过哦，他都不敢开。现在我收起这条水泥马路，就是进口子那里太陡了一点，其他的地方都好。是的。我去年12月回来，我回到这个家里来，我老公骑部摩托车，直接往那个山里面甩。他那个路有点滑嘛。因为没有水泥路面，它下雨天都是溜滑的，都是泥巴路嘛。不是说有一点泥巴，但是是滑的。但是后来我没办法，我就把这个路去搭成水泥马路。是吧？你们舍得下本钱了。我没办法呀，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我儿子买房子买到香塘去了，我呢住在城里面呢也住不习惯。那你儿子现在回来就很方便了，儿子、女儿、外甥他们回来。儿子、女儿、外甥他们回来都方便了。他们开车子回来。是。来吃块这个东西来。哎，不用，谢谢。孩子给他一块这个东西吃来。这是你做的那个山枣。那个红薯干。红薯干。这过了。这个小孩。哎，有了。回去拿个火烤一下，香香的，有这个黑芝麻。好，谢谢。拿一块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过来，你这么客气。难得来一次不？这个地方500多年的历史了，好多人在这里看，但是看是看，但是没人在这里投资。有500多年的历史。那就是以前你的老一辈，也就是你的爷爷辈、太奶辈，都是生活一直祖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我外婆他们家就是那边的。你外婆就是对面的。我外公外婆就是对面的。对面的那山上的。老爷姥就是那个山顶上面的。是吧？我爸爸妈妈，我婆婆公公婆婆就是这里的。也就是一直生活在这个位置了。这是一个好地方。原来有的人在我们这里走累了，在我们家吃饭也没关系。但是呢，那些人呢挑上来，你要想一下，从这里到那里是108步。108步。就是从现在山底下走到这个山顶上，108步，你们都数过了。是那个石头108步。石头108步。不是你的脚走108步。
是没办法，老人家挑不动了，我们就把它挑过去。啊，免费帮他们挑。免费。我们这里从来不收钱的，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免费帮忙的。啊，这么有善心呐、啊，我们村子里面的人都是。哎，我们这个茶油是哪的老祖宗留下来的。这是那种山茶嘞。野山茶吧？啊，野山茶。是的。我们在那个山上看过。我昨天打了63斤，那个人抢走了，我昨天回来没事做，我又捡了这么一箩筐。啊，因为这个茶只有卖几十啊？卖60。啊，卖60块钱一斤，是的。60、70。对。哎，这个全都是这个上面的那个野生。那这样摘的话也是蛮危险的嘞。不会，我们搞习惯了。果子就是要很小啊，要小的好一点。昨天我的嘞打了，他们就抢走了。啊，果子越小，那油就越香，还是什么呀？还是营养价值更高？不是越好，吃的越好。啊，吃的会越好。身体好。啊，如果是果子反而大，反而不值钱。因为我在山上看到的果子，有些有这么大，有的就这么小。40块钱斤都没人要。啊，那个大果子，40块钱都没人要。所以有些人他都要懂行的就知道，不懂行的不知道。有的好多人不懂行嘞。哎，不懂行，你不说我也不懂行啊。你也不懂行啊？啊，肯定不懂行。城市里面的人他不懂行。对啊。他讲的，你说种田，我们这里的田我20多年啊，我只做了1次田。因为我们这里的田啊，种的这个地方呀，那个野猪草啊，你还有收成没有收成的？这里没有收成。野猪草是指那个野草了？不是那个野猪啊。哦，野猪啊，这里还有很多野猪啊。啊，你没看到我们这里？你从那个下面上来，我们这里3个队都没有种田了。啊。他因为什么呢？他那个野猪啊，在那个山里面哦。他闻到人气了，他不出来；他没有闻到人气的时候，他满地都跑。哇，知道吧？好多野猪。现在还有野猪吗？现在野猪到处都有。反正那个时候啊，那个野猪啊，你看到他带的那个猪崽子了啊，带的那个猪崽子一大群。哈。好，就是来把你的田里的东西全部搞掉。那么以前两厢亭的话，就属于你们楼底和湘潭这两边的人共同建的这个地方了。啊，那是共同的，它两厢亭嘛。要不然怎么会喊两厢亭呢？是吧？是的。两厢亭就是这么喊起来的嘛。500年的历史了。500年的历史，哎呀，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好，那打扰你了。没有。啊，我们上去再玩一玩。好，谢谢你的这个热情款待啊。拜拜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沿着现在旁边这位大姐的告诉我的这条路进去。是的，也不太晚了。哇，你这条路以前真是一个热闹的好地方，你太有善心了。按照以前这种川流不息的人员真正经过的话，开个商店，开个茶馆，生意会好到爆。这个都是穷人，你去开个茶馆，别人买什么？但是他经过这里，他要吃要喝嘛。你要知道，吃啊喝，这个村子里面的人是吧？那个时候，竹子没人要，树木没人要，马路又没有一条，这个里面的人。全都一些穷人，你还忍心去收别人的钱啊？我是说，因为你们有善心嘛，才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嘛，才会免费给他们做啊，给他们吃啊，然后还帮他们挑上去啊，因为你们家有善心嘛。以前竹子我们还背一根竹子呢，从这里背一根竹子背到那边呢，还在哪里？到那个鞋码拿着那个竹子呢，跟别人换的猪血。或者是换的猪肉，就是以物换物了。你以为还有钱呐？那真的是这里真的以前日子很穷的。是的，谢谢你给我讲的这些东西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这边的一些历史。是的，谢谢你给我的一些好的故事历史。它这个石板都是踩得光溜的了。所以。山脚下这位大姐非常的有善心，你看看她祖祖辈辈
都是非常有善心的人，一代传一代。其实上面这些青石板路，你看，走的都是称量，所以来这里旅游啊、登山爬山的人还是非常多。包括我们在山脚下跟那2位爷爷奶奶聊天，以及刚刚跟山脚下的这位大姐沟通，他们所告诉的这个两乡亭的历史以及故事，真的非常值得人回味，也值得人反思。尤其是在几十上百年前，这个山脚下以前住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啊，真的无法用言语去表达。幸好现在的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，才让山脚下这些的居民啊，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。当然，我也真心的希望，刚刚跟我聊天的这位大姐家呀，他们家里身体健康，尤其是她的老公，也就是大哥，身体健康，他的儿子呢，也能够找到理想的儿媳妇，儿孙满堂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直沿着眼前的这条青石板路，走到娄底和湘潭两地居民共同修建的这个两乡亭。整个这片上去是108步台阶，所以这样走上去，尤其是像以前完全靠手提肩挑肩扛的上去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哎呀，歇一会儿吧。有点累了。刚刚休息了10-20分钟，现在我们继续到两乡亭上面去，看看这个500年后的建筑具体长啥样。这个青石板路啊，没想到500年后还保存的这么完好，这么完整。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，这处交通要道啊，就彻底荒废在这里了。走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登山爱好者、旅游爱好者，到这里来看一看。应该快到了，看到建筑了。啊，现在就在上面是吧？嗯。两侧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种杂草，但是呢，针尖这条道啊，因为还是有一些人走到这上面来，可能这里养牛啊、养山羊的人呢，还是会走到这上面来，所以这个路啊，还是没有彻底的荒废掉。啊，这个两乡亭看起来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完整，因为都是用的这种大块的麻石、青石修筑的，它这个样子，它这个样子好像以前那个铜钱这样子插在地上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从远处看像是铜钱，是不是？它本来这样子插进去。嗯。所以这个两乡亭啊，成为我左手边娄底，右手边就是湘潭居民的一个必经之路。它这里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可以看到湘潭那边非常多的楼房，地面就应该是一个水库。刚刚娄底这边的村民说呢，他们几十年前要到这个
他们要吃的盐、粮食、肉类，在他们这个山谷里面都是买不到的，必须要经过这个亭子，然后走到对面。当然，这个山下面以前也是没有商店的，还要走10-20里地，走到对面，一个集市。以前这个山脚下顶了天，就只能是可能偶尔会有一个驿站，或者是一个茶馆，或者是茶楼的形式，给经常步行的村民啊提供一个方便，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两边的村民呢就在这个山的中间最低端修筑了这么一个亭子，所以取名就叫两乡亭。娄底这边以前它也不是属于娄底馆，属于湘潭馆，只不过后期划分到了娄底。这个上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记事碑以及文物保护碑，但是村民给我们讲是有500多年，那么他们口口相传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可以从石料上面可以看到，全部是一凿一凿的痕迹。这个青石，每块石块的重量应该都不会低于200斤，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很宽，但是这个重量非常的重，而且颜色上看上去啊，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。想想几十年前这个地方热闹非凡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繁华的地方也彻底落寞了。而且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，还有一个木门或者是铁门的一个脚步，可以穿上去。在几十年前，可能这里啊会有人值守，把这个门呐打开或者是关闭，相当于什么？你学过一篇成语叫什么？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是不是这么一个？这个还真没学过。没学过，对不对？爸爸看，它这个两厢亭的山顶上，它这里好像有一个马蜂窝。这个已经被人给破坏了，要不然走在这上面的人呐，很容易被马蜂给蛰到。然后里面呢，我们看看内景，上面都是一些非常长条的这种青石板搭了一个休息座椅。那么以前的居民都可以坐在上面啊歇脚，走累的。我们看看这上面呢，还能够看到一些碑文，我们大概看一下，能不能看到相关的一些历史介绍。它这个字迹还是比较清楚的。上面写的是陈修两乡亭碑文。这是一些这是功德碑，应该是近期弄的，因为上面的金额啊都是近代的。这块碑文也是功德碑，这里全都是功德碑。然后这边呢，也是近期的一块功德碑，做了一些简单的修缮。这边呢，应该供的是山神。它这边，这个椅子都被这些过来的游客做的光滑锃亮的。是的，可能还有一些村民啊，在这里养山羊啊，养黄牛啊，他们放过来给他们吃草啊，可能就坐在这里面啊，乘凉啊。因为这里是一个欣赏风景的绝佳之地啊。然后这里的草啊、饲料啊也非常的多。所以最适合养那些黄牛、山羊了。上面的这些石料啊，拱形设计啊，完全就是那种凭力学，巧夺天工的这样的一个构造，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一个设计。然后这里以前这里是一个位置，可以放东西，
或者是放石条什么的，但是具体什么用途我们现在不知道了。这个以前应该是放那种蜡烛的，就比如说晚上啊，人们赶到这里要休息一下，就可以放上蜡烛。啊，有可能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，以前呢这里有一条小道可以走到这个两厢亭的上面去，但是现在杂草丛生，还没有到1月份。如果到了1月份呢，这些竹子啊，或者是这些野草啊，完全没有的话，应该是很容易走到这上面去。我们不知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记载。在这个上面呢，我们还能够隐隐约约看到几个字，但是现在也看得不是太清了，毕竟有400、500年的历史了。两侧呢就是大块的石头，那么这个亭子就是依山而建，在中间2座山的最小的部分建一个亭子。在上面都长满了这些野草。好啦，那么这个亭子呢，我们就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太阳也开始在下山了，已经接近5点钟了。冬天，不到1个小时就要完全天黑了。两厢亭是湘潭和娄底的交通要道，以前人们要自由地穿梭两市，这里是必经之路。但随着时间的推往，以前热闹非凡的两厢亭现在也逐渐冷漠。但是呢，它还是作为重要的文物古迹而保护着。你看，都夕阳西下了，还有游客在这里拍照呢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